米哈游一直有句口号：技术宅拯救世界。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追求极致的技术和游戏体验，但是游戏画面好看了，有些手机配置就跟不上了，游戏跑不动啊，手机发烫啊，内存不够用啊。降低美术表现效果，不断让玩家升级更好的设备，这些都不能从根源上规避这个现象。要怎么突破硬件的限制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以手机为例吧，正常玩游戏，玩家需要首先把游戏包体安装在手机本地，手机再根据玩家的操作实时的渲染出游戏画面，所有的计算都集中在玩家的设备上。但如果我们加一个环节，把游戏包体安装在一个专门的云游戏服务器上，然后再把游戏画面实时的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上，这个时候玩游戏对手机的硬件配置要求就低了很多很多。把对设备硬件的压力完全转移到云游戏服务器上，亏损是难以避免的。一方面，云游戏需要非常夸张的算力总量，才能满足几十万玩家同时在线。每个正在游玩的玩家背后都有一台服务器电脑在负重前行，而我们就像开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网吧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的定价只有网吧的几十分之一，即使面对亏损，我们仍在坚持，因为我们希望让更多玩家体验到更好的游戏。最早我们是直接采购市场上的公有云算力，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机器少。本来市场上可以跑我们游戏的高性能服务器就非常少，大量的公有云算力都被租去跑 AI 了，导致我们云服务的扩容比较艰难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在软件层面我们尝试对游戏进行了骇客级别的性能优化，甚至我们还和芯片厂商合作，在芯片设计与驱动层面探讨可行的方案，让普通的公有云服务器也能流畅顺利地跑我们的游戏。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也暴露了出来，机器贵。公有云服务器要能满足各种行业的需求，但这也意味着它不是专门用来跑游戏的。虽然能有不错的游戏体验，但也有很多对游戏来说不必要的设计。这些多余的东西让服务器成本变得很高，也会导致玩家要面对高昂的费用支出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思来想去，干脆我们自己搭建云游戏服务器吧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是最懂服务器的，但毫无疑问，我们是最懂我们游戏的。我们深入研究了自家游戏的性能消耗，根据纯游戏场景筛选出最合适的硬件组合。但硬件在选择上更加自由的同时，也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很通用的解决方案。厂商制造延期，冷门的配件供货不足，期间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。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有限的硬件选型，从头设计一款适合云游戏的硬件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。可以说，除了 CPU、显卡、硬盘、内存这几大件，只要市场上现有的选项不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我们都选择了自研。比如说，我们想要的带远程管理功能的主板价格昂贵，符合我们选型标准的型号又寥寥无几，于是我们研发了通用的 BMC 来实现这些功能。又比如，现成的电源难以批量安装和维护，我们就重新设计了整个供电方案来解决这些缺陷。在硬件选型确定以后，我们为它量身定制了一个机箱，让它能够放进标准的服务器机柜。总之就是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。新的机型基本定型以后，我们会进行一次真实场景的压力测试，一小批全新的服务器会参加他们的 beta 测试，在线上接受玩家的检验，以此验证它的性能和稳定性。测试全部通过以后，这一代服务器的设计工作才算完成。不同于在实验室里拼装出一台服务器，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成千上万台的服务器，那就是另一个难度了。在米哈游云服务器的生产基地内，所有的零部件在确认无误后，会通过流水线、分料、走线、组装、点亮测试等步骤，最终生产成为服务器，然后会装好米哈游家的游戏，放入高温老化实验室进行48小时的高温老化压力测试。最终在检测无误满足出厂标准后，
我们会放入印有米哈游 logo 的包装内，然后我们会等待出货。相比一般的游戏方式，云游戏对网络延迟的要求会高很多很多。众所周知，离得越近，延迟越低。我们通过大量的网络测试和实地勘探来筛选机房，找出与周边城市延迟最低的局部最优解，尽量让更多的玩家能够有流畅的游戏体验。我们的机房分布在华北、华东、华南、华中和西南等区域。我现在位于华南地区，我们的机房服务器跟随着货车来到此处，经过拆分之后，陆续被上架到了机柜。经过软件跑测验证正常运行之后，最终将被点亮工作。这里将在未来几年向周边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云游戏服务。可以说成果喜人了，我们成功降低了云服务的成本，减少了亏损，也因此能够扩大云服务的规模，容纳更多的玩家同时运行游戏。那么为什么要顶着这么多困难和压力自研云服务呢？为了更好的游戏体验，为了让更多人能玩到我们的游戏，这样林林总总的理由我可以给出很多。但是他们跟我说，结尾要给大家一些企业文化冲击。米哈游的远景一直是在2030年之前打造出一个10亿人愿意生活在其中的虚拟世界。云游戏技术可以突破个人终端算力的限制，我们相信这种技术是迈向目标的坚实一步。它可以拔高我们的上限，让我们能够放开手脚，构建出一个更美好的虚拟世界。同时也可以降低门槛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我们创造的虚拟世界。技术宅拯救世界，这是我们一直在贯彻的使命。